那至于说两岸关系的未来要怎么走，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就会比较难讨论。难讨论的原因在于，台湾现在还是依循这个中华民国的一个宪政体制，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个不是从这个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角度来说，其实他一直都没有去区分很清楚，就是到底台湾跟中国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这有点像是一个中国的宪法搬到台湾来使用，那台湾事实上是没有自己的宪法的，那台湾现在在这个事件里面还是被称作所谓的中华民国，那它的国号从英文里面 Republic of China 还是有 China 这个字在里面，所以某种程度，当然从国号的角度，从宪法的角度来说，似乎中国跟台湾好像是不大能完全分开来的一个独立体。但是从人民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近年来的民调里面，从1992年到2022年来看的话，这个左边这张图啊，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台湾人的认同可能从17% 左右，直接已经攀升到将近就是60几个 percent。那也就是说，有超过半数的人都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自己是台湾人。那事实上，认定自己是纯粹中国人的大概只有3% 以下，在现今的一个时间里面，那认为自己又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一直维持在大概4成，或者到现在降到大概3成多左右。那这个角度，从这个角度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台湾人其实对于国家的认同，随着两岸的分治，已经持续了将近70几年之后，其实他对于自己的土地，对于自己的一个生长环境的认同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只是说，在这个统独立场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它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那个统一派啊，就是支持两岸要统一，大概从早年差不多22成左右，慢慢降到大概9% 8% 左右。但是支持独立的虽然说有比较高，可是你如果把这个所谓偏向独立啊，还有这个尽快独立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啊，其实它高归高，可是它大概也是从差不多10% 左右慢慢攀升到差不多快将近30%。那也就是说，呃，按照现在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其实还没有超过半数的人去支持台湾独立。那你如果再把这个维持现状的人加起来，他们就大概占据了半数以上的人，所以大多数的人在面对中国的一个文攻武吓的一个条件之下，他们是比较希望去维持现状。那只是这个现状到底要能维持多久，这个就是大家很存疑的东西。所以你说两岸的未来，从台湾的角度来说，大多数的台湾人是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国家，只是他的宪政体制并不允许它变成一个超越中国或者是独立于中国的国家。那这一部分，所以在台湾现在有很多制宪运动啊，或者是有很多独派的团体，他其实他想做的东西就是去跳脱出这样的一个体制。那中国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中国也大概知道说，台湾现在在人民的认知，还有在意识形态上面，跟中国的想象可能不大一样，所以这里面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其实对台湾一直长时间做，不管是透过这个社群媒体啊，透过网络啊，甚至是透过媒体，因为像中天啊、TBS 啊，有台湾有几家固定的媒体，其实它一直在散布相对来说非常非常亲中国、非常非常靠近中国这样的一个讯息。那在台湾去散布这个以美论啊，或者是散布台湾就是要独立啊，甚至是说美国把台湾当作棋子啊，这些东西是照三餐，每一天在不同的一个平台里面都一直出现的。那这些东西，你说这里面到底是不是台湾人自己去做的？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背后发这些文章、写这些文章的人到底是谁。那甚至我们也曾经在 YouTube 里面看过很多这种用deepfake 就是创造人脸的方式，创造假新闻的方式，在那边去做这样的一个假新闻的一个散布，而且他们的浏览率其实都还蛮高的。那除了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对台的一个认知作战以外啊，中国其实也花了很多的这个网军啊，或者是这种用金钱收买的方式做一些渗透。我们打个比方好了啦，在台湾其实有些寺庙是有拿中国的钱的。那台湾也很有趣，台湾在有一些很多的餐厅啊，它基本上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嘛，那个新闻媒体其实是有
是有立场的。那他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好多的案例是，不知道哪里来的钱，不知道是谁去做这件事，但有人是给这些小吃摊的这些卖吃的这些摊贩，跟他说你这边的电视一定要放某一台比较轻松的那个新闻，那你放这些新闻，我每个月会给你多少钱？所以这些东西很有趣，就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民主国家，它理论上就要包容不同的声音。可是，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其实花了很多的一个心血或很多的一个精力或资源，去想办法去改造，或者是去在台湾创造一个台湾应该要统一，台湾统一对台湾是比较好的一个局势的这样的一个论述。那最后就讲到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啊，那乌克兰战争其实对于台湾，对于台湾的民调来说，尤其是在面对中共的武力犯台啊，台湾人愿不愿意保卫自己的国家，其实效果是没有太大差别的啊，大概是从70%左右，大概就一直都是维持在70%多左右的一个支持率。那我自己做的民调，还有我之前看到的民调来说，这几年大概都是维持在这个态势。不过对于美国是不是会帮助台湾？虽然说刚刚拜登也说了，就是如果台湾面临中国的战争的话，拜登是会美国政府是会出兵保护台湾的。可是因为乌克兰战争，就美国是只有提供军事援助，并没有直接出兵介入嘛，所以在台湾其实现在来说是有只有大概四成的人认为说美国有可能会出兵保护台湾。那在乌克兰战争这件事上面，到底会对两岸关系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其实它的影响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说，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已经连任了第3次。那在2027年的时候，他将面临到他第4次21大的一个连任的一个局势。那在那个时候，其实习近平连任的时候，很大一个口号就是他要解决掉台湾问题嘛，他要在他任内处理台湾问题嘛。那在2027年的时候，如果他不能处理到任何事情，其实某种程度还是会影响到他的威信的。依照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所以大多数的一个国际观察者都认为，2027年之前或2027年当年，习近平可能会做什么。可是这个做什么又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战争所预示的一些结果，就是这个俄罗斯如果在打乌克兰又打不下来，然后又打得不好，那最后可能虽然说这个乌俄战争已经持续1年多，但是如果双方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和谈的一个基础，而且事实上真的也找不到，因为乌克兰要的是俄罗斯离开他的领土，甚至把克里米亚还回来。那俄罗斯要的就是普丁他要的，他其实是要取得一些战果来说服国内的这些寡头精英还有国内的民众，就是打这场仗是 justifiable， 是应该要去做的事情。那所以彼此之间根本就没有一个和谈的基础。习近平现在在俄罗斯去做的这个斡旋，其实某种程度也是白费的，因为他真的能找到这个和谈的空间根本就不大存在。那也就是说，其实习近平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都很仔细的观察这个乌俄战争之后，对于俄罗斯，对于普京，他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他今天在这场战争上面，并没有取得他要的一个成果的话，那普京的下场会是什么？我觉得这某种程度其实是一直在警惕中国，就是贸然用军事的武力来攻击台湾，可能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自己的政权是相对来说不稳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很多的国际关系学者都认为，这个中国说要武力侵台，某种程度都是一个恐吓。那它只有在中国国内出现了没有办法去改善、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矛盾的时候，它才有可能去武力侵犯台湾。那这个有可能就是中国的经济垮台，或者是就共产党内部产生了一个不能解决的矛盾，挑战了习近平的一个政权，这样的一个条件才比较有可能会面临到中国会以打台湾作为一个发散这个压力的一个出口。但除此之外，我们都认为，其实习近平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理性的，不能说他是不是理性，而是说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必须要去衡量，就是做了这个决策，他的下场可能是什么。所以这样通通拉回来了，这到底台湾的这个民主的一个进程啊，台湾的一个民主的一个展现啊，是不是可以给中国带来某种程度的一个预示，或者让中国可以学习到某一些
民主化的一个可能性。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就是其实，在90年呢，尤其是在2013年这个所谓的大防火墙架在中国的网民之上之前哦，其实很多中国人是一直在接触台湾这边的一个讯息，一直在看台湾这边的报道，那甚至也是看到很多外国媒体啊，很多这种民主概念的一个讯息。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网民，或者是一般的中国人，尤其是有接受到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其实对于中国的民主化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青睐的。那当然只是说，习近平他本身去扭转了中国在现代化理论，就是当中国的经济发展之后，理论上老百姓就会要求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局势。那习近平通过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透过共产党去想办法对中国进行更微观的一个控制，更强效的一个控制。那这个东西其实到头来了，民众都还是有可能会对这件事产生很大的一个反驳的。那只是那个反驳出现的时候，共产党跟习近平要怎么去面对，或者是习近平到底会在这个中国继续统治多久？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难去讨论的变数。但是台湾的民主其实在中国是有一定的一个影响性的，那只是在习近平之下，这样的影响性是没有办法浮上台面。可是这并不代表在不久的未来，或者是这都很难预测了。就是可能在未来，中国在它的民主进程里面，在共产党内部的政治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质变，这些东西就有可能可以让台湾的民主经验套用在中国之上。那刚刚曾经一开始就讲了嘛，台湾的民主可以推动的这么快，推动的那么顺利，其实某种程度是靠李登辉前总统在国民党内部，在各个地方势力里面，社会各个团体里面去做一个沟通斡旋的一个角度。那中国现在好像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民主派人士，这样的一个共产党内部自己愿意去改革的人士。如果共产党内部不愿意做改革的话，对于中国来说，它的民主化就只剩下一条路了，那个就是革命。好，我今天其实准备的那个 PowerPoint 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接下来就是也可以开放，就是一般的提问，还有一些看看那个陈老师跟那个 Andy Nathan 老师有什么问题。好，谢谢。好，非常感谢叶教授的精彩演讲。那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也请大家写在这个 Q&A 这个栏目里边，我们一会儿会回答。也欢迎各位来评论。一会儿看看李安友教授有什么问题，我这边有很多，我先问一个吧，一会儿请李安友教授来谈一下台湾问题。那我们知道。台湾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是非常严重的。在2020年，台湾的对中国的出口额占到了 GDP 的43.8%，应该是全世界对中国就以这个数字来看，是对中国依赖程度最高的前几个国家。那这对台湾的政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中国会不会用这个经济威胁、胁迫的方法来干涉台湾政治？另外，我们知道在2014年，这个反服贸协定以及太阳花运动，我不知道是2014还是2015。那对，请叶教授谈一下你的看法。好，没问题。其实这个应该这样讲啊，就是中国透过经济的手段来想要干预台湾的政治，是一直都在做的事情。这个可以从马英九那个时候的陆客来台湾，就是中国的游客来台湾，还有从这个两岸之间的一个贸易的依存度的角度去看。那基本上，当然在2020年的时候，台湾出口到香港跟中国的一个比例大概占全总出口的总出口的43%左右，但其实这个比例在慢慢的下降。按照去年公布的数字的话，大概只剩38%而已。那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之前台湾跟中国之所以贸易依存度那么高的原因，是因为多数的工业产品的零件是在台湾制造的。那台湾的零件送到中国去进行组装，然后透过中国的组装厂再寄送到全世界各个市场。所以这个是过去这个全球化的一个脉络嘛。台湾作为比较高科技、先进零件的一个制造地，那中国作为产品的组装地。可是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说台湾在转，而是
全世界的一个供应链在转。因为中国作为作为世界工厂，它的魅力越来越低了，因为它的人力成本越来越高，它的经济水平越来越高。那当然，中国的劳动成本呢，因为中国劳动成本越来越高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很多的工厂，很多的基础工厂，它是想要移到更开发中的国家，例如说什么越南啊、柬埔寨啊，或者是辽国啊，它是想要南移，甚至是移到中南美洲国家，因为这样子它的生产成本才会比较低。所以现在面临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嘛，就是我们说台湾是很依赖中国的，可是台湾依赖中国的一个前提是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但当中国不是世界的工厂的时候，台湾事实上大多数的这些零件就不需要送到中国了，所以它整个经济依存度会下降的非常的快。那这个也跟美国策略性的要把整个生产链从中国带出来会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台湾出口到中国的一个占总出口的比例已经降到38%了，甚至在未来的5年，它可能会降到只有3%左右。那这样的比例会越来越低。但只是说，这里面我们现在谈的都是这个零件制造商，可是另一部分啦，台湾现在还有另一个比较忙。那困难去解决的问题就是，台湾有很多商人他是想要直接去涉猎中国的市场，就我们刚刚讲到的台湾很多被制裁的产品嘛，像是什么石斑鱼啊，像是凤梨世家啊，像是凤梨啊，这些产品当它已经设定了为了中国的客群去做这样的一个出口的时候，当中国哪天因为政治因素或因为 whatever 因素直接禁止他们进口的时候，就会对这些基础这些出口产品的产业有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这部分中国还是有一定程度透过经济实力来改变这些民众想法的一个能力。但是整体来说，事实上台湾跟中国的经济依存度在未来只会越来越低的。我刚才有个口误，把这个台湾对中国出口额占整个出口额的比例说成了占台湾 GDP 的比例。但即使是按照那个台湾出口额占台湾 GDP 的比例来看，台湾仍然是，我看到的近几年的数字没有看到，前几年的数字是，全球第二，第一名是澳大利亚，第3名是韩国。对，现在肯定是在下降，应该是明显的下降。好，那李安友教授，有请。谢谢叶教授，你的说明是非常全面和非常彻底，我完全同意你所提出的一些分析。我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参与者，我们的听众相当一部分是大陆来的人，他们可能想要更全面的了解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所谓的 Taiwanese identity， 台湾人的认同，因为你们台湾人绝对大多数是中国人，除非那个所谓的原始人以外，都是中国人。你怎么这个所谓的台湾 identity 是一个，它的内容是什么？它是拒绝你们是中国人的一种认同，还是把这个这是语言是一种中国话，这个吃的菜是一种中国菜，等等之类。所以你能不能多说明？你比方说这个台湾 identity 是一种 civic identity， 还是一种这个 national？或者是一种什么，就是说你如果自己看为一个台湾人，这个深层的意思是什么？我想知道。好，没问题。谢谢李安友教授。那这个其实不是，虽然说不好回答，但也不是说不难回答，这是很吊诡。因为这样讲好了。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在了解台湾 identity 或台湾人的概念的时候，很容易把它放在一个框架里面，就是例如说了，今天我是上海人，
那我同时间我是中国人嘛，但我是上海人，所以我是中国人框架下面的上海人。所以上海人跟中国人这样的一个认同，它是没有抵触的，它是没有背驳的。可是台湾 identity 它的论述的一个建构里面，它其实不是按照 civil identity 的方式去建构，它是按照 national identity 的方式去建构。所以台湾 identity 它的台湾人的这个台湾认同是有排他性的，也就是当你认为你是台湾人的时候，你就不是中国人。那你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其实某种程度就代表你其实认同为自己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下面的台湾人。那这个在台湾整个台派团体的一个论述里面，他都一直去强调，就是我们对于台湾，虽然说我们这个虽然说是我们说它可以是 national identity， 但是我们的国家还不叫台湾，但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叫做台湾，所以它是一个前瞻性的，它是一个对未来期望的一个 identity。那这样的一个 identity，它是基于对于台湾这个土地，对于台湾这个生长环境，对于自己在台湾生活的这个过程里面产生的一个，我觉得某种程度当然有论述有加分，可是某种程度也是一个自然而然去产生的一个 identity。打个比方好了，就像是在台湾呢，因为我受教育的时候，其实很大一个程度还是受到国民党的这个威权统治之下，所以他那个教育里面哦，我们可以看到，我从国小、初中、高中里面，我学到的历史大多数都是中国历史。可是对于大多数的台湾人来说，他根本就没有去过中国。所以你学的中国历史，可是你根本就没有去过这个国家，你要怎么去理解这个国家？那在我的下一辈，其实很多人接触到的历史是属于比较综合型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当然可以教，中国地理也可以教，可是他们也会提升台湾的历史、台湾的地理，它会让台湾变成一个我们要真的去认识自己的国家的一个区块。那这个部分就会变成说，很多人开始慢慢就去做一些反省嘛，就是我生在台湾，我生于斯长于斯，可是很多人却告诉我，我叫中国人。那这样子会造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反应嘛？也是有点像是我们拿美国历史来看，美国大多数早年在18世纪的移民都是从英国啊，或者是从欧陆过来的。那他们过来之后，在美国建国运动成立之后，事实上他们还是可以带有说，他过去他可能是西西里人，他可能是德国人，他可能是英国人，可是他慢慢的自然而然，这可能在过了一代或再过2代，他慢慢就觉得，我们就生在美国，我们就长在美国，我们就是美国人啊。他虽然会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就像是今天在台湾，大多数的人民都是可能从福建、从这个漳州啊、泉州啊，甚至是从广东这些地方从迁领的时候移民到台湾的，这是好几代之前的事情。那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是我的根，可是并不代表因为它是我的根，我就一定是中国人嘛。而是我认同了自己的这个土地，认同了自己这个国家，所以我觉得我在台湾，我就是台湾人，所以它是一个很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个认同啊。但是这个认同其实是很有趣，因为它跟中国这个地方性认同不一样，它是有排他性的，至少在论述上面，我们是做成它是有排他性的。这个排他性的这个方面，我想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排他性的方面，是因为中共向台湾施出那么重的压力的话，而有一种反感，或者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伤害人权等等，所以你们在台湾有一个民主的国家，你不能认同大陆的这个政治的体制，这个导致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大陆有变化的话，如果这个是他们的政治体制有变化，或者他们对于台湾有更多的 respect，更多的尊敬你们自己的自决权的话，这个台湾居民能不能改变他们的认同，慢慢的就恢复他们的这个中国人的这种认同？这就是说，这个台湾 identity 是多少这个弹性的？我觉得这个要分不同的时间来理解。
台湾人认同，其实在90年初期的时候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大概就18-20% 左右。那在90年的时候，其实两岸之间的交流就慢慢的兴盛了嘛，因为很多台湾人到中国去做生意，那也有到中国旅游的。那这样的一个交流，其实我觉得一定程度导致了台湾人亲身体验了他跟中国人的差异。因为你不知道之前，你觉得我们在历史课本上面我们是同源同种，你觉得在地理上面我们是一样的，可是当你实质上接触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原来我们对于文化的理解也是不同的，这个很有趣。其实就很多时候啊，中国觉得说，哎，因为我们对这些台商很好嘛，那这些台湾的 businessmen 在中国他可能会比较倾向中国，可是事实上我们自己在做调查的时候都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台湾有讲不同的语言嘛，台湾有讲中文啊、华语啊，或者也有讲这个台湾话，就是福建话嘛，对不对？台湾人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他们最常讲的就是福建话，最常讲就是台湾话，因为他不想让中国人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反而变成一个很封闭的圈子，就是我们看起来长得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沟通，我们是不希望跟中国人做，就我们不希望把底牌摊给中国人，就我们不认为我们是同一个人。所以事实上，这个东西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台湾认同的一个成长过程，它就随着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密，因为原来是没有交流的，90年以前是没有交流的，所以反而是交流越多的时候，慢慢的发现原来我们是不一样的，而是因为亲身经历了这个不同，而导致的，哎，那我们本来就是不同的民族啊，而且这个时候更有趣，因为像08年到16年的时候，马英九开放了很多中国的观光客，这个不管是团客或者是这个自由行的客人，甚至是所谓的陆生，就是中国的学生一批一批的来台湾上学。哎，他们来了之后，理论上交流是更多的嘛。可是这个交流之下，台湾人认同继续成长，越来越多的人又觉得自己不是中国人。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在亲身体验过这个差异之后，而导致了台湾认为自己跟中国是不一样的。那中国的体制改变，例如说中国今天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但中国的民主其实跟台湾的民主还是不一样啊。中国的民主进程也不会等于台湾的民主进程啊。所以当中国的体制进行改变的时候，其实也不代表中国人就变得比较像台湾人了。而是我们的核心差异性还是存在，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可以用普通话沟通的一个对象，但是我们对于很多事物的理解，对于很多价值观的一个建立是完全的不同。那这个当然很大一个程度也是因为中国有太多断裂性的一个破坏，像是文革对于整个中国的文化的根就有进行很大的一个破坏，像是一胎化。那这些东西都导致了整个每一代都有不同的一个断裂性。那这样的断裂性，它没有一个文化的传承。台湾虽然是有国民党的一个集权体制、集权统治，可是国民党并没有去破坏这个根。所以国民党在台湾，其实国民党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强的一个独裁政体，因为国民党在台湾就很知道，其实中国人嘛，台湾人尤其是沿海地带的这些民众。他们对于宗教信仰的热忱是很高的嘛，所以国民党来台湾第一件事就是他不是去破坏宗教，他就去收买宗教，他是直接去把这些庙宇透过给他们资金，让他们去盖这些庙宇，去收买地方人士，所以他知道如何去用保存这个根的方式，同时间又渗透到他们的组织里面。但中国不是啊，中国就是一番全部打掉啊，所以两边的人在沟通、在交流的时候，就会显现到我们对于很多事物的理解真的是不同的。这个我很多我拿我这一代来看，我有很多朋友也是去过中国经商，甚至是所谓的那个去中国的干部。那他们去了回来之后，大多数人给我的答案都是他不想再去了，因为真的不同。就是他好像是去不同的国家生活，只是讲一样的语言，这有点像是你是英国人，你来美国上班，你语言上没有问题的。可是那不会是你的家，我觉得大概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谢谢，非常有意思，谢谢。不会。